Hello，大家好，我是维克，欢迎来到这集的节目。春训来到了第二天，依旧有不少令人值得期待的消息出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呢，除了教练跟选手以外，还有就是球队剧院对于目前道奇整体的状况的一个回应，可以让大家更全面的去了解道奇目前的一个状况。那首先呢是山本的部分，在这几天的春训当中有看到很多山本在练头的一个画面。那特别是他很特殊的这个训练方式就是好像在拿一个标枪一样。这个东西其实我蛮好奇的。那后来也有特别去查，好像是一个叫做 IP Select 的一个日本品牌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就是让选手来调整动作之类的。那他们家也有出很多手套，品质呢也都很好，在棒球这个领域应该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呢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么回到山本这边，在今年的春训，他有提到就是去年的这个夺冠让他带着就是极佳的一个感觉呢进到休赛季甚至说他在11月结束比赛之后呢，也整整1个月就是停止投球，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手臂呢能够得到完整跟充分的一个休息以面对就是接下来的 WBC 跟大联盟的一个高压的赛季这样子。那么看来就是我们的 MVP 呢也是需要休息的就还以为他真的是铁人这个是开玩笑的。不过啦，就是还是很开心，就是听到山本有好好休息这件事情，因为去年季后赛这个 C 了一整路一路到了这个冠军赛也是应该好好休息的，毕竟要面对 WBC 嘛，还有今年的春训也来得比较早，所以的确是要好好的去休息。那么提到新赛季的目标山本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今年的这个训练比起以往更有目的性，也就是他想要去争夺赛扬奖那我觉得这点是蛮特别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日本的这个选手好像比较不太会，就是很直白的去表达说自己在追逐什么样的一个奖项甚至说大谷他每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是类似的回应啦总是说，我不会去刻意追求什么记录或是奖项，而是以球队的胜利为最大目标这样子可是反观这次这个山本却很直白的说出他想要去挑战赛扬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少见的。但不过也可以更了解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讲说今年的训练他的目的性特别强就是为了要去拿这个赛扬奖。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啦，就是确实透过去年的这个冠军赛之后，让他更有这个自信了也有十足的这个把握呢，来好好面对今年的赛季。那如果山本能够拿到赛扬奖的话，那他将达成日本史上从来没有人达成过的成就成为史上第一位拿到赛扬奖的日本投手，超越达比修有跟前田健太曾经拿过第2名的一个成绩。那么在去年山本在赛扬奖的争夺上面呢，他是排名第3位，仅次于 Paul Skeens 跟 Christopher Sanchez。那么去年山本在例行赛的成绩呢，其实跟这个 Skeens 没有差太多。Paul Skeens 呢，在上个赛季是10胜10败，ERA 呢是1.97，出赛32场比赛，那投了187.2局，送出216次的三振，WHIP 呢是0.95，而山本的部分的话，则是12胜8败，ERA 是2.49。出赛30场比赛，投了173.2局，同样呢也送出破200次的三振，来到了201次。那 WHIP 呢是0.99所以整体来说呢，他跟 Paul Skeens 其实是相差不大的。而且有在追比赛的人一定也都知道，其实有几场比赛其实蛮可惜的啦就是有点该赢没赢下来这样子。那么来到今年的道奇不管是从打线、守备还是牛棚都有十足升级的一个情况下，我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山本有更多的这个资本跟这个资源去竞争赛扬奖。那么为了因应接下来 WBC 跟新的球季，山本在今年春训的 Live BP 的这个时程也有提早了，就是他为了要让自己能够更快的进入到一个能够比赛的一个状态。那么总教练 Roberts 呢也有提到，就是他非常满意山本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状况了目标明确其实对选手来说呢是一件好事这代表就是选手比较不容易分心会去更专注在自己的表现上面。那同时教练也提到，就是对上另外一位来自日本的超级巨星就是这个大谷翔平因为今年也是他来到道奇之后的这个首个完整2到6赛季嘛，所以他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呢去追逐赛扬奖这个奖项因此他也非常乐见看到就是说2位来自日本的超级巨星在同一支队伍里面去追逐同一个目标那他提到就是这种良性的竞争呢，有帮助于球员们彼此成长，那也有助于拉抬球队的整体气势与战绩所以他也非常期待就是看到2位超级巨星在新的赛季的一个表现。而讲到投手了除了山本跟大谷以外，还有另外一位日本的巨星，也就是佐佐木，在春训训练后呢，也有接受采访。那他分享到就是目前他在春训的整体状况还不错，有了去年季末成功的一个成绩，然后也让他更有信心的来面对这个赛季。同时他也提到，就是他反思去年遇到的困难，其实不是打者太强，而是自己在节奏上面的出了问题所以今年呢会特别关注就是保持健康跟稳定的出赛这样子。
那他目前也正在跟教练团积极的讨论卡特球跟滑球整体的调整方向，希望进一步优化球种的组合，并且提高准确度。所以佐佐木的部分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之前讨论到的方向呢是一样的。他提到节奏的问题啊，我觉得主要有可能就是因为球种太单调哦，体力调不够哦，连带影响身体的健康啊，以及投球的机制哦。所以今年很简单，他只要速球的速度呢不要太多。第三种球种呢能够练出来，然后保持髋体的健康跟下半身的稳定度，我想他在这个赛季呢绝对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的。好，那就是静待他之后上场比赛的一个状况。那么讲完日本的选手之后呢，总教练 Roberts 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呢，也有特别提到一位去年让很多道奇粉丝提心吊胆的投手啦，他就是 Tanner Scott。没错，那个史考特又来了哈。去年啊，其实对 Scott 来说呢，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哈。原本大家都希望他能够缴出像2024那样的成绩呢，来守护牛棚，但不过没想到啦，却这个事与愿违。那很多关键的时刻上场之后呢，都没有能够如愿呢帮助球队甚至搞丢了胜利。但不过即便是如此啦，其实教练还是持续给他机会嘛。那一直到了季后赛，可能教练也评估他今年对球队的帮助有限或者说身体上面有一些小状况所以没有让他上场。但不过我想去年的事情呢，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哈。今年道奇啊，依旧对他还是很有期待的，要不然这4年7200万的薪水呢，可能要打水漂了哈。那回到今年春训啊，就是总教练对 Scott 的整体状态呢，还是给予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评价哈。他提到 Scott 的球威啊，还有整体的投球机制都比去年整季呢还要来的很多。那这边教练也有透露到，就是其实去年季末的时候，这个 Scott 他其实身上是有带点小伤势上场的，那也因为这个小伤势影响了他整体的这个投球机制因此在去年球季结束之后，教练团这边呢也有协助 Scott 去重新优化了他的整体的投球机制伤势的部分呢也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些调整呢也让 Scott 现在的投球动作相较于去年来说更加流畅且强而有力。那同时教练也提到，就是他预计会让 Scott 在任何最关键或是最能够影响胜负的时刻上场不会局限说一定要是在7、8、9局之类的可能是比分极为接近或者是说垒上有人需要面对对方中心打者的时候大概是这种状况，只要有类似的状况出来，他还是会派 Scott 上场面对。而第二 s 的部分呢，则是专心扮演好关门的角色，这样，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教练对 Scott 目前的状况是非常满意的，也很有信心。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也是 Roberts 的一个管理哲学吧，他不会因为选手就是在场上几场表现不佳而去怀疑他，不给他机会等等的他依旧还是会给予选手就是十足的信心啦但不过对球迷来说呢，我只能说很抱歉因为这个毕竟去年嘛，那个坏的印象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所以对 Scott 是否能够胜任这些关键时刻呢，我想还是先打个问号，要等之后有比赛的时候呢再来观察看看。但不过整体来说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以前的身手嘛，因为毕竟牛棚多一个人可以帮忙总是好的。OK， 那么最后呢来补充一下就是 GM 的部分他对于道奇目前整体状况的看法。那 GM 有特别强调就是说虽然去年夺冠但球队依然非常注重细节跟休息室的文化。他认为只要维持专注跟细节球队就能够避免强度下滑，然后再次准备好去争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这个回应呢，我觉得是一个蛮有高度的一个说法因为我想这个除了冠军这也是为什么道奇会吸引这么多好手愿意加入的一个原因之一啦球队文化呢肯定会是一大考量绝对不会只是说考量选手的账面上面的数据而已。那么同时 GM 呢也特别点名2位年轻投手在春训的时候让他特别惊艳，那分别是 Gavin Stone 跟 River Ryan。那这2位呢之前其实也有跟他聊过了前者呢就是他本季要伤愈归队那他能够增加这个球队先发阵容的深度与强度。GM 呢也对 Stone 在春训时 Left BP 的表现呢感到非常满意他提到不管是球速啊、控球啊，还是变速球的品质等等的都非常好。那么另外 River Ryan 呢，这个赛季只是有很明显的去增重嘛，变壮所以连带球威呢跟球速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那不止 GM 嘛，其实之前总裁也有点名过他，也是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的一个球员之一这样子。好，那以上呢就是目前道奇春训的一个相关消息啦，希望你会喜欢。我是维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